嗨，你好，欢迎来到 Ann 的亲子书房练习曲。身为家长或是老师啊，我们看着眼前的孩子，心里头常常都会有一个共同的担忧，对吧？就是在这个有时候，让人不太放心的世界里，到底要怎么教孩子保护自己？要怎么做才不会让他们觉得好害怕，而是能真正拥有一份发自内心的力量呢？今天啊，就让我们一起很温柔的来聊一聊这个重要的课题。好，那在我们正式开始之前，我想先邀请你来想一个情境哦。如果有一天你的孩子感觉到，有哪里怪怪的，虽然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但就是一股感觉，在那一刻，你最希望他怎么做？是待在原地，还是转身离开，赶快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你想想看。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所有讨论的最核心的部分。所以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你会得到一份很安心的实用指南。里面会包含什么呢？首先是一套孩子真的能听懂也能做到的自我保护原则，再来是几句很关键的话，可以赋予孩子离开跟求助的勇气。而最终我们真正要给孩子的是一份能跟着他一辈子的安全感，而不是一堂让他觉得很害怕的课。对了，也别忘了看到最后哦，我有一个很温柔的提醒，想要留给你。好，第一步，我们需要一起来建立一个新的安全观念。这不只是在教方法而已哦，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从根本上把我们的焦点从那个对危险的恐惧转移到赋予孩子力量这件事情上面。以前我们可能都会下意识地觉得，所谓的自我保护就是要教孩子怎么去对抗危险。但是，一个真正能保护他们的新观念，其实是我们要教他们如何觉察到不对劲，然后懂得怎么样安全地离开。你看，这重点就不是对抗了，而是一种更有智慧的选择，是一个从感觉到不对到采取行动的过程。所以说，自我保护的第一步，真的从来都不是什么防身术或特别的技巧，而是我们的孩子能不能够全然的相信自己的感觉。这份来自内在的直觉，就是他们身上最敏锐也最忠实的那个警报器。好，那么我们要陪伴孩子练习的第一个实用技能，就是建立在这份信任之上。我们就是要让他们打从心底明白，自己的感觉就是最重要、最需要被认真对待的那个讯号。我们可以把下面这句话当成一份很珍贵的礼物送给孩子。这句话呢，可以把那个很抽象的直觉变成一个非常清楚的行动指令。我们可以告诉他，宝贝如果你感觉心里怪怪的不舒服，就算你完全说不出为什么，记住，离开永远都是正确的选择。那为什么这一点这么关键呢？因为我们需要让孩子很清楚的知道，那份不舒服的感觉，它本身就是全部的理由了，它不需要任何证据，更不需要等到有什么事情真的发生。我们给他这个授权，其实就是在改写很多孩子，甚至我们大人内心里那个再忍一下就好了啦，会不会是我太大惊小怪了的这种习惯性的反应。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项技能。这个对我们大人来说，坦白说可能会有点挑战，因为我们总是教孩子要乖，要有礼貌。这项技能就是要让孩子知道，安全永远优先于礼貌，也就是说，他们拥有可以不礼貌的权利。我们要给孩子一份非常明确的许可，告诉他，当你在保护自己的时候，你完全不需要担心别人会不会因为这样而不高兴。这句话可以卸下孩子心里头一个很大的重担，让他们明白，在保护自己这件事情上，他们并不需要为别人的情绪负责。这也就是说，如果感觉不对劲，突然跑开，直接拒绝一个拥抱，或是很大声地说不要，这些行为全都是100分完全正确的。因为孩子的安全真的远比维持那个表面的和谐来得重要太多了。好，当孩子学会了离开之后，接下来
第3项关键技能就是要让他们知道，他们并不需要自己一个人去面对这一切。他们的任务不是去解决问题，而是去寻求帮助。我们可以很清楚地这样告诉孩子，当你遇到让你觉得害怕或是怪怪的事情时，你的任务不是去把它处理好哦，你的任务是赶快找到一位可以帮忙的大人。我们要让他们知道，求助绝对不是软弱，反而是一个非常聪明而且成熟的决定。为了让找大人这件事情更具体一点，我们可以跟孩子一起讨论看看，在外面可以找哪些像是穿着制服的，或是在柜台后面的帮手，比方说警察叔叔阿姨啊、店员啊、服务台的人员，甚至是在公园里带着其他孩子的爸爸妈妈，或是便利商店、车站里的工作人员，这些都是很好的选择。好，所以我们来总结一下，我们可以把这些行动浓缩成3个，就算孩子很紧张的时候，也能够记得住的原则。第一，往人多的、明亮的或是你熟悉的地方移动。第二，你的双手是用来保护自己身体的空间，不是用来打架的。第三，当你一到安全的地方，拜托一定要把事情告诉你信任的大人。而这一点就带到了我们身为大人一个最重要的角色了，那就是当孩子好不容易鼓起勇气来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时候的时候，我们说出的第一句话将会决定这扇沟通的门是会继续为他敞开，还是可能从此就关上了。所以请让我们一起练习，避免说出像是你那时候怎么不小心一点，或是你应该要怎么样这种带有一点指责意味的话。我们可以换句话说，用很温暖但是很坚定的语气看着他的眼睛说，谢谢你愿意告诉我，或者是你来找我说这件事做得非常对。请一定要记得，我们的第一反应永远都是先肯定孩子愿意说的这个行为本身。这份无条件的接纳，远比我们去分析事情的对错来得更重要。因为它建立了一份长远的信任感，让孩子知道，不管发生什么事，你这里永远是他的安全。好，说了这么多，最后呢，我想邀请你，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很温柔的练习。让我们把今天谈到的这些观念，用一个完全没有压力的方式，轻轻地放进你和孩子的生活里面。这个星期，你可以试着找一个你跟孩子2个人都很放松的时刻，也许是睡前聊天，或是在车上。然后，你可以很自然地问问孩子，宝贝，如果你心里曾经有过那种怪怪的感觉，你觉得可以怎么办呢？问完之后，最重要的部分来了哦，我们就只是安静的听他说，不用急着给答案，不用给建议，就只是很专注的听他说。而这就是我一开始说想留给你的那个最后的温柔提醒。我们其实都知道，我们不可能为孩子挡下世界上所有的风险，但是我们可以给他们一份更珍贵的礼物，那就是让他们打从心底真正的相信，我可以离开，我可以拒绝，我可以找人帮忙，而且永远会有人愿意听我说。非常谢谢你今天和我一起进行这段温柔的思考练习。在Ann亲子书房练习曲这个频道，我很希望能够继续陪伴你，用这样的方式一起来探索教养路上的风景。如果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的话，也欢迎你订阅这个频道，或是分享给你身边那些也在陪伴孩子长大的朋友们。让我们慢慢来，一起把保护自己这件事变成孩子心中一份很温暖而且很坚定的力量。